直接就在小女孩的四周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球。这水球内是小女孩色变下不断被压缩的要崩溃的防护。与此同时，这水球的大小也随着雨水的不断融入，越来越庞大，100丈、1000丈、5000丈，远远一看，这雨幕如同围沙，随着庞大，其内蕴含的恐怖之力不断的爆发，使得小女孩的防护碎裂越来越多。白小纯呼吸急促，目不转睛的看去时，闷闷的轰鸣声从那水球内传出，小女孩的防护法幕此刻蓦然崩溃。可就在众人心神一震的刹那，突然的，那小女孩面孔扭曲，身体竟在这一刻不断的收缩下，幻化成了一把剑。这把剑充满了沧桑的气息，更有铁锈在上，看起来毫不起眼。可偏偏在出现的瞬间，整个苍穹都震动了一下，那不断膨胀的水球也都起了波澜。其他人或许认不出这把剑，可白小纯在看到后，却是眼睛瞪得大大的，失声惊呼：“云剑！”此剑正是当初白小纯获得天道筑基的那把巨大无比的从天而降，落在了通天和东脉下游区域的大剑，也是小女孩首次出现之地。这把剑哪怕缩小了无数，可还是被白小纯一眼认出，几乎就在他的声音传出的一瞬，这把小女孩幻化出的陨剑就猛地旋转，向着因防护法幕崩溃，从四周挤压而来的无尽水球狠狠的一斩。这一斩旋落，苍穹传来轰鸣，竟在天地间幻化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大剑。此剑之大，仅仅是剑身似就可以与苍穹齐高，无限磅礴，使得众人都看不清全部，只能看到剑刃自天而降，取代苍穹，斩向水球。轰的一声，水球崩溃，雨幕内的所有雨滴也都层层爆开，刹那间就使得这天地内充满了水雾。而那小女孩身体似虚弱了不少，就连化身成为陨剑的状态也都无法维持，在这水雾弥漫中重新凝聚成了其原本的样子，发出尖锐之音：“守灵人，本尊是不灭之魂，你杀不死我，现在该我来吞你了。”随着话语的传出，在众人一个个面色变化里，在白小纯这边也都心头颤抖，想要后退中，这弥漫了天地的水雾瞬间翻滚，似乎被那小女孩抢夺了操控权，竟全部向着小女孩凝聚。水雾如海，随着凝聚撼动人心，其速度更是极快。刹那间，漫天的雾气就凝聚在了一起，竟化作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鬼头。这鬼头狰狞，头身弯角，虽是雾气形成，可却栩栩如生，很是逼真。甚至仔细去看，能依稀看到小女孩的模样，其庞大的程度如那大剑一般，取代了苍穹，甚至比太阳看起来还要惊人，向着天地狠狠的一吸。这一吸之下，苍穹扭曲，大地扭曲，似乎这片世界在这一瞬都要被那巨大的鬼头吸入口中，甚至四周的众人也都身体不受控制的，竟全部被吸了过去。这一幕让白小纯这里已经脑海空白了，就算是大天师等人，也都身体强烈的震动，呼吸急促中，他们的骇然已经到了极致。可就在这时，守灵人摇了摇头，用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声音低声喃喃：“还不出现吗？”守灵人右手掐诀，再次一指，电，依旧是一个字，一句话，在传出的瞬间，那被扭曲的苍穹中竟出现了一道红色的闪电。这闪电刚一出现，立刻在这苍穹中，在这整个天空内，瞬间就又出现了一道。刹那间，第3道、第100道、第1万道闪电无声无息间瞬间出现，密密麻麻，数量之多，似与那雨水一般，数不清晰。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被映照成了赤色。轰轰轰轰，那无数的赤色闪电直奔小女孩的雾鬼而去。白小纯抬头看去，这些闪电数量虽多，可还是能依稀看到，它们似乎在苍穹中组成了一只覆盖了天空的巨大的闪电手掌，向着那鬼头在轰击中一把抓去。第837集，天尊降临。鬼头虽大，可这赤色闪电组成的大手更大，相互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成人的大手与婴儿的头颅一般。随着那一把抓去，天地震荡，闪电之力撼动八方，似乎这大手根本就不在意小女孩的吞噬天地。此刻抓来时，小女孩幻化的鬼头口中传出凄厉之音，停下吞噬，似想要闪躲，可那闪电手掌气势太盛，仿佛集合世界之力碾压而来，隆隆之声回荡四方的瞬间，这闪电大手就一把抓住了小女孩的雾气鬼头，狠狠一捏，咔嚓声中，雾气鬼头竟没有半点抵抗之力，骤然崩溃，随着爆开，露出了小女孩的魂影。这影子扭曲，正急速的后退，可以看到其目中首次的露出了强烈无比的恐惧。明显的，他对于这凝聚了世界之力形成的覆盖了苍穹的闪电大手存在了强烈的忌惮，只是任凭他如何后退，似乎只要不是逃出这片世界，那么在这大手下都将无处遁形。随着大手的临近，四周好似被封印，小女孩的惊慌以及恐惧越来越多，不断双手掐诀，从她体内散出无数鬼影，可这些鬼影都是刚一出现，就立刻在那无尽的赤色闪电下纷纷烟消云散。这一幕让四周众人再次一震，实在是这一战
太过惊世骇俗，超出了半神的境界。白小纯这里也都心脏越发急速跳动，眼看随着大手的轰鸣一抓，那小女孩的魂影发出了更为凄厉的尖叫声，而那闪电大手也已逼近到了极致，正要狠狠握住。可就在这时，忽然的苍穹上直接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缝隙，这缝隙足有1000丈大小。在出现后，缝隙猛地开合，竟化作了一只眼睛。那眼睛内透出冰冷无情的目光，猛地就看向守灵人的身影。与此同时，第2道缝隙、第3道、第4道，眨眼间，整个苍穹上就密密麻麻出现了数不清的缝隙。这些缝隙都是在出现的瞬间就立刻开合，形成了一只又一只的眼睛，一样的冰冷，一样的无情，一样的全都看向守灵人。这一幕太过突然，让众人都大吃一惊。只有大天师那里，神色狂变中失声惊呼：“天尊！”几乎在他声音传出的一瞬，这苍穹上数不清的眼睛居然同时眨了一下，转眼间，随着眨动，竟有一道道剑光直接就从这些眼睛内闪现出来，化作一道道长虹，以无法形容的速度，带着残影直奔守灵人而去。剑光之多，数不清晰，只能看到这苍穹在这一瞬完全被这剑光取代，随着交错，随着呼啸，似形成了一张剑网，刹那间就将那闪电形成的大手瞬间穿梭，轰鸣中支离破碎。那大手凝聚了世界之力，而能将其毁灭的，自然也只有世界之力。在这片世界内，除了守灵人外，只有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他就是通天岛的天尊。轰轰之声传遍整个蛮荒，蛮荒大地颤抖。苍穹震战时，那数不清的剑气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在肢解了大手，救下了小女孩后，没有半点停顿。这无数剑光交错，直奔守灵人。这一切说来缓慢，可实际上，从剑光出现、分解大手，直至冲向守灵人，所有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只是一个呼吸而已。眼看那无数剑光呼啸而去，任何一道剑光都拥有让天人灭绝之力，数量之多，气势之强，剑气漫天。白小纯的心神中掀起惊涛骇浪，这一战到了现在，他可以说是从头看到了如今。他隐隐有种感觉，这片世界的秘密似乎随着这一战已经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可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多想，只见守灵人那里蓦然转头，目中露出深邃之芒。他竟没有半点意外，似早就在等天尊的出现。其右手抬起，向着来临的无数剑光骤然一指，口中传出沧桑低沉的声音：“雷！”依旧是一个字，一句话，可在传出的刹那，这声音却是无限的轰鸣起来，仿佛有无数人在一起咆哮，似乎众生在这一刻都在嘶吼，不管是生者还是冤魂，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哪怕白小纯这里也都控制不住的，在心中在这一刻吼出了这个字。哪怕大天师、巨鬼王、陈好松等人也都如此。声音几乎是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天地颤抖，八方隆隆，形成的音浪化作了无形的波纹，直接横扫一切。那些来临的剑光在与这音浪碰触后，刹那间就一道道崩溃。放眼看去，苍穹上再看不到任何一道完整的剑光，看到的竟是那溃散的无数如星辰般闪耀的点点金芒。无数剑光刹那崩溃的同时，这音浪依旧没有消散，所过之处天崩地裂一般。那小女孩全身颤抖，捂住耳朵，身体在这冲击下不断的模糊，更是在这苍穹的一处区域里，于这音浪下，那片区域扭曲中，似被掀起了一层融入世界的面纱，露出了其内不知何时藏身在此的身影。那身影是穿着一身金色的长袍的中年男子，剑眉星目，俊朗非凡的同时，更有不怒自威，尤其是目光，更是可以让日月无光。他戴着地冠，一头黑发飘摇，唯独在额头有一根血发垂下，很是明显。此刻，他的身影随着世界面纱被掀开而显露后，他目光一闪，索性一步走出。在走出的刹那，他右手抬起，向着天空一按，顿时苍穹哗啦一声，如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直接撕裂，一把水蓝色的长枪刹那间就从那裂缝内直接冲出，并非是向着那中年男子飞去，而是直奔大地，速度之快，如一道蓝色的闪电，嘶鸣间就直接的刺在了大地上。蛮荒的大地轰然颤抖，一道道裂缝纵横八方的同时，其传出的巨响也在这一刻与雷声无形的碰撞，这种碰撞直接就掀起了冲击，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白小纯虽距离较远，也被这气浪碰触，喷出鲜血，身体倒退的同时，陈好松等人一样嘴角溢出鲜血，不断的后退。哪怕大天师等人也都是面色苍白，不得不退。至于巨鬼城那些修为不到天人的魂修，此刻还没等反应过来，刹那间他们的身体就在这冲击下直接崩溃，成为飞灰。红尘女那里原本也是必死，可巨鬼王在他身边，此刻全力守护，才保下其命。天尊！巨鬼王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中年男子，目中的深处藏着强烈无比的忌惮。
斗圣王、灵灵王、九幽王，还有大天师以及所有的天宫，此刻都是内心大浪翻滚，目光死死地落在那中年男子的身上。天尊，白小纯不断吸气，脑海嗡鸣。听到巨鬼王等人的话语后，一样看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此刻抬头中，他看到的是那在苍穹上睥睨天下、惊天动地的身影，那正是通天区域之主通天岛的天尊。这是白小纯首次看到天尊，只是一眼他就感受到了对方身上那似乎与整个世界融合在一起的磅礴，甚至看去时他都觉得双眼刺痛，如被针扎。几乎在白小纯看去的瞬间，小女孩身影一晃，就在了天尊的一侧，保持一定的距离，口中传出尖锐之声：“通天岛人，你来晚了。”天尊微微一笑，没去看小女孩，也没有去看这四周任何人，他的目光始终盯着守灵人，缓缓开口：“老家伙，本尊这个局，怕是你一早就看出来了，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守灵人神色如常，只是目光更为深邃，平静说道：“他们之间的对话，被四周众人听到后，每个人都升起思绪。白小纯也是内心咯噔一声，明白这小女孩与天尊必然是早就有了联系，甚至结成同盟。今天这一战，不是小女孩独自，而是与天尊联手齐战守灵人。至于目的，就是那小女孩之前所说的，白小纯在这之前从未听说的什么世界之门。这里面有大秘密。”白小纯呼吸急促，他觉得自己现在处境很是尴尬，他很想去高呼一声，告诉天尊我是自己人，可这个念头立刻就被他掐灭。他琢磨着小女孩跟随自己，引出守灵人，此事天尊必然知道，这明显是利用我呀！白小纯顿时发愁，心底更颤，眼巴巴地看着苍穹上的三人，不断的叹息。第838集，你凭什么不认可？白小纯这里愁眉苦脸时，苍穹上的天尊正望着守灵人，淡淡开口：“看清楚又如何？这个局是我引你出现，又或者你调我出来，终究一切都要看战力。”话语间，一股无上霸意在他身上于这一刻显露天地，好似天下地上唯其独尊。几乎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其身边的小女孩鬼声一笑，身体瞬间模糊，仿佛化身成为了一个黑洞，更有仿佛众生融合在一起的声音传遍四方。虚实。顿时，小女孩的那化作黑洞的身体散发出黑色的光芒，这光芒直接就散开，足有万丈范围。猛地一吸之下，立刻万丈范围内的一切存在，草木也好，山石也罢，都全部飞出，直奔小女孩。而守灵人也在这万丈内，他所在之地更是小女孩重点的吞噬之处。此刻在那虚势下，似要被限制身形。几乎在小女孩出手的同时，天尊一步走出，他知道这一战必须要速战速决。此刻脚步落下，整个天地都震动起来，其右手更是抬起，向着天空一抓。通天海，天尊淡淡开口。这一抓之下，顿时苍穹轰鸣，出现了波纹，化作了金色，仿佛成为了大海。白小纯目瞪口呆，脑海嗡鸣，他一眼就认出，此刻天空上幻化出的大海正是通天海。他们这都是什么术法？通天海都可以拿来施法。白小纯心脏狂跳，他发现这些人的术法才是真正的神通，又回想自己的法术，他都觉得丢脸了。不过当想到水泽国度以及不灭地拳后，他才恢复了点信心，琢磨着自己只要修为上去了，施展水泽国度一定可以摧枯拉朽。唉，我还是修为太弱了。白小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身体急速后退。一旁的大天师等人也都一个个面色凝重，他们一眼就看出，这赫然是天尊凭着无上法力改天换地一般，以通天海的投影取代了苍穹。天空变成了大海，海水翻滚，海浪滔滔中，这片大海形状改变，竟化作了一只金色的由海水组成的大手，自天而降，向着守灵人蓦然拍去。气势磅礴，化苍穹为大海，凝大海为手掌，更有小女孩的虚势之法覆盖万丈，限制守灵人的身体，顿时就使得这来临的大手好似灭顶一般，距离守灵人越来越近。眼看危机，白小纯的心都提到了嗓子里。就在这一瞬，守灵人忽然抬头，他的目中更为深邃，其双手抬起，向着四周一晃，沙哑的声音从其口中扩散开来：“冥河！”几乎在他话语传出的刹那，立刻守灵人的四周就升起了浓郁的死亡气息，有黑色的河水凭空冒出，越来越多，眨眼间就以守灵人为中心，覆盖了大地后，守灵人身体猛地一步走出，在他走出的瞬间，他的身后河水滔天，一条如黑龙般的喷泉冲天而起，那是冥河之水。而守灵人如同是冥河的源头，随着走出，冥河喷泉惊天动地，越来越多，终汇聚成了一条大河。这大河远看磅礴无尽，河水翻滚，随着守灵人直奔苍穹，向着那来临的通天海凝聚成的大手直接撞去。越来越近，刹那间，冥河就与那大手碰到了一起，好似山崩地裂，天地坍塌。
那金色的大手荡起无数波纹，传出的轰轰之声让所有人都震耳欲聋。守灵人与天尊的这一击，是冥河与通天海的对抗，是黑龙与大手的碰撞。巨响中，那金色的大手首先承受不住，在所有人的目中看去时，于苍穹上崩溃，层层瓦解，轰然溃散，露出了其内天尊阴沉的身影。而那条冥河依旧强劲，冲散了金色大手后，可以看到守灵人的身体在那冥河中如一道黑色的闪电，刹那就出现在了天尊的身前，狠狠一撞。轰的一声，天尊急速退后。可就在他退后的瞬间，守灵人身体一转，带着冥河，竟不是追击天尊，而是一晃之下直奔小女孩。小女孩面色变化，身体后退，可她在速度上虽惊人，可依旧不是守灵人的对手。刹那就被守灵人追了上去。轰的一声，磅礴的冥河直接就撞在了小女孩的不灭魂上。凄厉的惨叫从小女孩口中传出，她的魂在这冥河的撞击下，直接四分五裂，化作点点金芒，于远处重新汇聚后，再次形成其魂影。只不过这魂影很是模糊。就算他自称不灭，可依旧在守灵人这一击下重伤无比。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击如果多来几次，他必定灭亡。这一幕立刻让大天师等人振奋，守灵人的强悍也在这一刻彻底体现出来。实际上，若非他有另外的原因，想要杀那小女孩，不需要天尊到来之前就可以做到。眼看守灵人化身冥河，再次冲向刚刚汇聚出现的小女孩，苍穹上的天尊面色阴沉无比，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死亡。二人不但是盟友，有誓约牵制，最重要的是，他独自面对守灵人根本就没有把握战胜，他需要有人相助。此刻他没有迟疑，目中露出果断。通天海镇压不了你，那么通天大陆如何？天尊双手掐诀，向着苍穹再次一指，苍穹如鱼鳞般，刹那就起了层层波纹。这波纹如同面纱，在扩散之后，苍穹一变，通天海再次出现。这一次的通天海更为磅礴，金光无数中，可以看到在那海水的中心，赫然存在了一座黑色的岛屿。而在这海水的四周，竟幻化出了4条大河，更是在这4条大河的两岸，竟在这一瞬接连的幻化出了一座座山脉，一处处平原，一片片丛林。仔细去看，还可以看到4大源头大宗的山门，无论是中游还是下游，又或者末流区域，清晰无比，极为详细。白小纯再次呆了一下，他甚至都看到了逆河宗，心神在这一瞬掀起大浪。如今这苍穹上幻化出的投影，赫然是没有蛮荒的通天大陆。守灵人，当年你说本尊不是正统，不给本尊开启世界之门，你只不过是一个守灵人而已，只不过是一个看守世界大门的老鬼而已。本尊虽不是葵黄血脉，可现在连通天大陆都认可了本尊，你凭什么不认可？既如此，今天你要么开门，要么就死。天尊身体一晃，刹那间竟融入到了那片通天大陆的投影之中。随着融入，立刻这投影内的大陆顿时就出现了灵动，如同有了魂。气势惊天的同时，天尊的意志在这一瞬借助通天大陆似扩散了这整个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女孩那里目中也露出疯狂，如拼命一般，在尖叫中身体扭曲，赫然化作了一只纸鹤。这纸鹤一出现，黑气缭绕，有无数鬼影咆哮，散发出的竟是一股极为明显的白小纯也能清晰感受到的天外之力。所谓天外之力，就是不属于这片世界的力量，如同是白纸上的一滴极黑的墨点，一眼可见。此刻，这弥漫了天外之力的黑色纸鹤，配合天尊一起，瞬间就冲向守灵人，更有尖锐之音从这纸鹤内带着穿透力，轰鸣四方。老鬼，你开不开门？这种神通，这种气势，让大天师等人身心俱震。白小纯则是心底哀嚎，他觉得不妙啊，后退得更快。守灵人抬头望着天尊，恒久不变的表情也都罕见地露出了一丝疲惫，叹息一声：“你始终不懂，正统的不是血脉，不是认可，而是传承。”正在悄悄后退的白小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感觉守灵人在说这句话时，似乎看了自己一眼。第839集绝世之战，一定是错觉。白小纯心惊肉跳，他觉得守灵人若真的是看了自己一眼，那么自己就危险大了。这可是参与到了守灵人与天尊的争斗之中啊！我这小身板儿可经受不住这些大人物的注目啊！白小纯赶紧低头后退得更快，在他这里忙着逃遁时，苍穹上的通天大陆威严再次崛起，隐隐的，竟在那通天大陆的投影后方再次出现了一个身影。这身影虽是虚幻，可还是能被人认出，正是天尊，仿佛他正操控着通天大陆的一切。此刻双手抬起一挥之下，通天大陆的投影就轰鸣间直奔守灵人砸去。小女孩的黑色纸鹤也在这一刻散出更为浓密的黑气，刹那冲向守灵人。就在这危急关头，在四周众人都心神震颤的刹那，守灵人的叹息中，目内露出一抹决然。实际上他自己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这个局既是天尊引他出现，
可同样的，也是他想要去在这一次里解决通天世界内最大的麻烦。虽急迫了一些，虽会打破平衡，对这个世界会造成巨大的破损，可我的时间终究是不多了，总要为后来者做一些什么。守灵人心底轻叹，目中的决然更为强烈。他深吸口气，竟在那纸鹤以及通天大陆投影临近的刹那，闭上了双眼。就在守灵人双眼闭合的刹那，突然的一声传遍了整个蛮荒，传遍了整个通天大陆所有宗门，让这片世界中的所有生灵，修士也好，凶兽也罢，哪怕是凡人，也都可以听到的巨大的声响，猛然间爆发出来。轰！这声音太大，似超出了这片世界的承受，整个蛮荒的大地都剧烈震动了一下。白小纯只觉得一股大力似从地上爆出，他面色一变，胆战心惊的同时，蛮荒中的魁皇城，还有4大王城，还有无数部落家族，都感受到了大地的震动，全部吃惊。什么声音？大地震动了一下，莫非是地龙翻身？不仅仅是蛮荒，乃至4大源头宗门所修建的长城，也都在这一瞬轰然震动。4条长城上驻扎在那里的修士大军，也都心神摇晃。尤其是看到被无数禁制阵法笼罩的长城城墙，居然在这震动中出现了细微的裂缝后，纷纷哗然起来。怎么回事？敌袭！不仅仅是蛮荒、长城，还有通天河区域的所有范围，末流、下游、中游乃至源头宗门，也都如此。星空到极宗的彩虹，此刻也颤动起来。无数人哗然，整个世界全部众生都在这一瞬骇然无比。这一刻，只有4个字能形容守灵人这今天的神通，那就是整个世界的地动山摇。天尊色变，小女孩化作的纸鹤也都一顿，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让她那里心神狂颤。什么术法？小女孩化作的纸鹤竟不敢继续冲向守灵人，而是急速后退。可就在她后退的瞬间，随着整个世界的第一声轰鸣，苍穹上传来了咔咔之声。只见一道巨大的裂缝竟突然的出现，咔咔之下蔓延开来，其长度之大难以形容，怕是足有10万丈不止。蛮荒众生可见，长城可见，通天大陆的宗门虽看不到，可却本能地感受到了苍穹巨变。那裂缝如同一道疤痕，永恒地出现在了通天世界的苍穹中。就在这巨大的裂缝出现的刹那，守灵人的双眼蓦然睁开，口中如天雷般吐出2个字：劈土。这2个字传出的瞬间，那裂缝猛地扩大，有嗡嗡之声从其内回荡开来。眨眼的功夫，竟从这苍穹裂缝内掉下了一座大山。此山太大，看去如日月一般，竟从苍穹的裂缝内掉落下来。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让白小纯以及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天上掉下了一座山，白小纯呆了。他不远处的红尘女伴随在巨鬼王的身边，此刻也呆住了。这座山不是大地上的任何一座，而是真真正正的自天而降。声响震耳欲聋，在所有人看去的瞬间，裂缝内的那座山轰然落下。此山黑色，充满了厚重之感，直奔小女孩幻化的纸鹤以及天尊的通天大陆投影骤然砸去。天尊神色大变，他与守灵人斗了不止一次，可还从来没看到过对方展现这种神通。他双手立刻掐诀，操控通天大陆的投影，全力轰击。可他的轰击在与这大山碰触后，竟仿佛与此山间隔了不同的世界，居然穿透而过，无法对这座大山造成半点影响。此山轰鸣间，直接穿梭通天大陆的投影，出现时赫然在了小女孩化作的纸鹤上方。小女孩发出凄厉之音，她知道无法闪躲，此刻目中露出狠辣，竟操控纸鹤爆发出更为浓密的黑气，直奔大山撞去。刹那间，双方就碰到了一起。也正是这一刻，白小纯清晰地看到了什么叫做螳臂当车。那座大山的厚重根本就不是小女孩可以抵抗的。她化作的纸鹤在刹那间，在众人的肉眼可见中顿时崩溃，彻底爆开。而小女孩的魂也在凄厉地惨叫中，被那座大山直接就轰的一声镇压在了大地上。其魂又一次4分5裂，这一次只有一半金光散开后，在那大山镇压之余，与远处重新凝聚在一起，化作了小女孩的身影。只不过这一次，她的身影模糊更甚，4风一吹就会消散。她的目中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惧骇然，竟毫不迟疑的头也不回，向着远处急速逃遁。守灵人遥遥地看了一眼，目光一闪，可却没有理会，而是淡淡开口说出了第2句话：是睡。这句话一出口，顿时整个通天世界的大地出现了第2次轰鸣震天之声。这声音的出现再次撼动了众生，使得无数山峰崩溃，大地也都出现了沟壑。4条长城在这第2声轰鸣下裂缝更多，就连通天河区域的无数山脉也都摇晃起来。与此同时，苍穹上出现了第2道巨大的裂缝疤痕。这裂缝咔咔声下显露出来后，在天尊的急促呼吸中，一条大河自天而降。这不是通天河，也不是冥河，而是一条血河，如同鲜血汇聚，蓦然降临，直奔天尊而去。气势之强，
撼动八方。天尊心神震颤，发出一声嘶吼，操控通天大陆的投影猛地撞击过去。可就在双方碰触的瞬间，那条血河似凝聚了就连天尊也都无法抵抗的力量，通天大陆的投影竟无法抵抗，轰鸣中被那条血河摧枯拉朽，直接崩溃，四分五裂。这一幕让白小纯都傻眼了，他第一次看到天上掉了一座山，又掉下来一条河，整个苍穹此刻只剩下了天尊的庞大虚影。他的面色难看，目中更有无法置信与骇然，可却没有如小女孩那样逃走，而是一晃之下直奔守灵人。这种对世界造成永恒伤害的神通，我看你能施展几次？天尊的声音带着冰寒，更有疯狂的杀意。刹那来临，右手抬起，正要拍向守灵人。守灵人神色内露出悲苦，叹息中再次开口，说出了第3句话：心活。这句话出口的瞬间，整个世界传来了第3声轰鸣。蛮荒与通天区域的4条长城原本就已经弥漫了裂缝，此刻在这第3声轰鸣下，任凭无数修士想要去修补，也都无法坚持。随着巨响的回荡，长城坍塌。这4条长城自修建以来被攻陷过、破损过，可却从来没有坍塌过。而此刻，东南西北4条长城全部坍塌，无数修士心神颤抖，只觉得这一切太过匪夷所思，骇不至极。天变，长城塌了。不但长城如此，通天区域内的山峰也有不少，在那剧烈的摇晃下直接坍塌崩溃。与此同时，在这蛮荒内，在白小纯的目中，此刻苍穹赫然出现了第3道巨大的裂缝疤痕，更是从这裂缝内继一座大山、一条大河后，这一次居然掉下来一个大火球。准确的说，那是一个太阳。第840集，那根血发，太阳都掉下来了。白小纯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整个人完全目瞪口呆，看着从裂缝内掉下来的太阳，以极快的速度直奔天尊投影。任凭天尊面色如何变化，如何闪躲，也都于事无补。轰的一声，被那太阳直接就砸在了其巨大的投影上。天尊的投影猛地颤抖，刹那就出现了无数裂缝，这裂缝越来越多，眨眼间就轰然崩溃。随着崩溃，天尊的身影也显露出来，他面色苍白，嘴角溢出鲜血。这一次他没有任何犹豫，转身就走。他心中哪怕再不甘，也明白这一次的局自己败了，哪怕与小女孩联手，竟也不是这守灵人的对手。这让他内心的怒火已经燃烧无尽。该死，明明已经将其压制，可他居然用了这种对世界造成永恒伤害的神通，他这明显是不惜代价要杀我。正统不是血脉，不是认可，而是传承吗？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天尊带着怒意，可却不敢继续留下，速度极快，刹那远去。可就在他远去的瞬间，守灵人却没打算让他离开，淡淡开口说出了第4句话：废机。这句话一出，第4声轰鸣巨响在这通天世界回荡开来，而苍穹上也出现了第4道永恒的巨大裂缝。这裂缝内有金光散出，在天尊展开挪移就要离去的刹那，从这裂缝内直接就掉下了一尊巨大的金鼎。这金鼎的光芒刺目，轰轰落下，似可以封锁一切虚无，任凭天尊如何挪移，也都无法闪躲。危急关头，天尊目中露出狠意，低吼中双手掐诀，顿时他的四周立刻就出现了无数的眼睛，这些眼睛全部眨动之下，一道道剑光冲天而起，直奔金鼎。可这金鼎之力明显神秘莫测，天尊的无数剑气在碰触这金鼎后，如同是鸡蛋砸在了石头上，全部崩溃开来，使得剑气四散，却无法阻挡这金鼎丝毫。眨眼间，在天尊的嘶吼下，这金鼎就轰的一声，直接砸在了天尊即将挪移的身体上。声响滔天，嗡鸣扩散，掀起无数回音的同时，更有冲击向着八方如风暴般扩散开来。天尊发出凄厉之音，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一下子萎靡了不少，目中赤红。可他毕竟是天尊，是这片世界除了守灵人外的最强者，哪怕生生被那金鼎砸在身上，可也只是喷出一口鲜血，其身体却没有半点停顿，瞬间挪移，消失无影。这一切都发生的太快，还没等白小纯众人反应过来，小女孩逃，天尊遁，这场战争斗法竟似乎突兀的终结。但就在这时，守灵人目中首次出现寒芒，他的口中急速地说出了第5句话：干木。这句话出口的刹那，第5声轰鸣在这天地内蓦然回荡，轰隆隆的声响下，蛮荒的山峰大都崩溃，坍塌的城池，其连接的山脉也都在这一刻全部碎裂，使得蛮荒与长城之间的所有壁障在这一刻全部消失。无数修士在这接二连三的轰鸣下骇然到了极致，此刻都发出惊呼之声，一个个全部倒退，远离长城区域。同时，通天河区域内的山峰也大量的坍塌，大地出现了一道道裂缝，甚至有一处通天河也都被地面的裂缝直接斩断。可以说整个世界已然千疮百孔，更不用说天空上
那4道巨大的永恒裂缝让所有看到之人都触目惊心。也正是在这一瞬，随着轰鸣回荡，苍穹上出现了第5道巨大的裂缝。这裂缝咔咔声下裂开后，一根足有数千丈粗细的绿色藤条竟从裂缝内蓦然垂下。这藤条上有无数的大叶，更是充满了狂暴的生机，猛地抽向通天北脉的长城所在之处。这藤条太大，速度又太快，所过之处虚无崩溃，破空之声惊天动地，呼啸间就直接抽在了坍塌的北脉长城上方的虚无。轰的一声，从那虚无中一抽而过，那片虚无顿时崩溃，露出了其内已经挪移到了这里的天尊身影。天尊再次喷出鲜血，面色苍白，他的脸上首次露出恐惧与惊慌。他实在没想到，那守灵人这一次的神通竟强悍到了如此程度。守灵老鬼！天尊怒吼，想要再次挪移时，那从其所在之处抽过的藤条竟猛地回转，再次抽来，速度之快，哪怕是天尊也都心神狂震。怒吼中，他双手掐诀，身体内外爆出金光，在这金光下，他的四周立刻就出现通天海水，凝聚在一起，成为了一把巨大的长枪后，被他一把握住，向着来临的藤条狠狠刺去。这一击让天地色变，远处的通天海也都咆哮起来，整片海水居然拔地而起，整个通天海成为了一处巨大的盆地，所有的海水都在这一刻升空，以无上之力挪移，铺天盖地，直奔通天北脉的长城。四天尊手中的长枪就是这通天海的核心，他所去之处就是海水要咆哮之地。通天海所过之处，无数通天河区域的修士看到，一个个都骇然失声。这是通天海水？天啊，怎么回事？只有通天北脉的那些修士看得清晰，他们看到了天尊，看到了天尊的那一枪，也看到了那巨大的藤条。这一切说来缓慢，可实际上都是刹那发生。在天尊手中的长枪刺下的刹那，他身后苍穹中升空而起，挪移而来的磅礴通天海水已经到来，席卷着大浪，排山倒海一般，顺着那一枪直奔来临的藤条轰轰而去。刹那间，相互就碰触到了一起，一声惊天动地、回荡整个通天世界的巨响爆发开来。那海水轰鸣，竟将藤条直接摧枯拉朽，崩溃了大半。这还是首次天上掉下之物被直接崩溃摧毁，可同样的，这片通天海水也在这一刻被那藤条直接抽成了2半。而这2半的中间，正是天尊所在之处。他的身体猛地一颤，狂喷鲜血时，他额头上垂下的那唯一的红色头发竟齐根断裂，飘落下来。还没等天尊去接住，这红色的头发就瞬间消失无影，如被人隔空取走。不！天尊怒吼，身体颤抖，目中露出疯狂的同时，更有强烈无比的恐惧与忌惮。这一切都是因为那红色头发的断裂。那不是寻常的头发，那是他这一生修炼的唯一的一根替命血发。这血发是他的身体至宝，充满了浓郁的生机，可以为他替命一次。也就是说，方才的那一击，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是那血发在关键时刻救下了他的性命。而若是被天尊接住那根头发，他还可以继续炼制，虽需消耗很久，可还是能将其重新融入体内，再次使用。可现在，这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血发，明显被人隔空取走，这就让天尊这里颤抖中双目赤红，大吼一声后，他不敢再踏入蛮荒，只能带着无尽的憋屈，蓦然后退，要回通天岛疗伤。更是在这后退时，他看到了坍塌的长城，右手抬起猛地一挥，立刻四周的通天海水直接扩散开来，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圆圈，笼罩通天大陆，代替长城，形成了短时间存在的禁制，为的就是防止蛮荒趁机入侵。在这他亲自布置的禁制下，除非修为超越半神，达到与他一样的天尊修为，否则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守灵老鬼，这次你赢了，下一次我不信你还能有这种神通，我一定斩你。天尊面色极为难看，低吼的声音透过通天海的防护传入蛮荒后，因伤势不轻，要尽快疗伤，故而一晃之下刹那消失。第841集，师尊救命！蛮荒之前的战场处，大天师等人呼吸急促，神情凝重。白小纯也站在那里，脑海嗡鸣。他看到了藤条的落下，可因北部长城距离太远，他看不到这藤条斩杀天尊的一幕。可天尊那蕴含了愤怒的声音却是回荡在蛮荒中，久久不散，使得众人都在这吸气下不由得看向守灵人。守灵人的强悍，白小纯之前知道，可如今亲自看到了这一战，他才真正意义上的明白了，这守灵人的战力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那个小女孩与天尊联手，竟都被重创逃遁。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他琢磨着自己要抱紧守灵人的大腿，毕竟如今自己的身份已经从小女孩那里说出，大家都知道了。一想到自己在蛮荒做出的那些事情，白小纯就心头一颤，紧张无比。他明白，当自己化身白浩时，都有太多的人对自己恨之入骨，而现在
得知自己就是通缉犯白小纯后，估计要杀自己的家伙将充斥整个蛮荒，排队来杀的话，一天杀自己一次，估计都可以杀自己个上百年。能救我的只有守灵老爷爷的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和他老人家拉近关系啊。白小纯心里念叨着，趁着众人没注意，小心翼翼地向着守灵人那里靠近，脑子里快速转动，琢磨办法。在这众人被这一战震惊时，守灵人却心中暗叹一声，他没有追击，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实际上若有可能，他不想现在就与天尊发生这种程度的一战，实在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样的，他也不想施展这种对整个世界造成永久伤害的神通。此刻的天空上，那5道裂缝将伴随世界永恒存在，而大地上多出了一座大山、一条血河、一座金顶以及一轮太阳，这些也都是永恒存在的。也只有守灵人自己明白，这神通术法的确如天尊所说，就算是守灵人自己也再无法继续施展，因为这金木水火土如同人的5脏，具备唯一性的同时，也是守灵人这里最终极的杀手锏了。可惜只斩下他的血发，没有将其斩杀。守灵人内心喃喃，他的容颜在这一刻明显的衰老了不少，气息也慢慢散去，只是心中的遗憾却久久无法释怀。这个局既是天尊算计他，同样的也是守灵人精心准备要反杀之局，只是眼下谁也没有成功。对于没有击杀那个小女孩，他没在意，实际上那是他故意的。这个小女孩的来历他清清楚楚，之所以不击杀，是为以防万一，在对方身上他有更大的目的，需要这小女孩不自觉中去配合。他在意的只有天尊。就在守灵人这里遗憾时，忽然的一个女子冰冷的声音似从牙缝里挤出一般，在这寂静的战场上回荡：“白小纯，你还想跑？”说话之人正是红尘女。她从那震撼中恢复过来后，第一眼就看向白小纯所在之地，立刻就看到白小纯正悄悄的似要逃走的身影，顿时就想起了当年在地宫内的一幕幕，低喝起来。他的低喝顿时让四周众人也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纷纷侧目看去。巨鬼王神色古怪，大天师目光一闪，看向守灵人。至于斗圣王与九幽王，则是皱起眉头，唯独灵灵王咧嘴一笑，那笑容里似不怀好意。而陈好松等天宫一个个就面色极为难看了。之前战斗惊人，他们没工夫理会白小纯，可现在战争结束，他们再次看向白小纯时，想到了对方居然用白浩这个名字，在蛮荒掀起的腥风血雨，顿时目光不善。白小纯顿时吓了一跳，内心紧张忐忑，面色变化，赶紧加速后退几步，同时连忙高呼：“大家冷静一下，听我解释。”半神没动，天宫也没动，只有红尘女，她面色颇为难看，恼羞无比。一想到这白小纯在地宫内的事情，又想到此人居然成为了自己的未婚夫，这种种思绪融合在一起后，使得他爆发了。此刻身体一晃，直奔白小纯。“白小纯，你给我一个交代！”红尘女怒喝中急速而来。“子墨，你我救过你的命啊，我是你救命恩人！”白小纯更紧张了，急速后退时，更是向着巨鬼王大喊：“岳父救命！”这4个字让那些半神一个个神色更古怪了。巨鬼王也都尴尬的咳嗽一声，装没听到。而红尘女听到这4个字，整个人更是爆了。“闭嘴！”说着，她速度更快。白小纯眼看如此，也着急了，索性向着守灵人跑去，一边跑还一边高呼：“师尊，救命！”师尊2字一出口，大天师猛地吸了口气，巨鬼王也愣住，九幽王、斗圣王还有灵灵王也都神色一变，陈好松等人更是内心咯噔一声，哪怕是红尘女也都呆了一下，脚步停顿，眼睁睁地看着白小纯直奔守灵人近前，在那里如弟子拜见师傅般恭敬的拜见。就算是守灵人，此刻也都哭笑不得，看着白小纯紧张兮兮的正眼巴巴的望着自己。守灵人似无奈的摇了摇头，袖子一甩，没有与众人说话，而是卷着身边的白小纯一步走向虚无，刹那消失无影。四周一片寂静，大天师等人望着守灵人离去的方向，都在心中翻起无数思绪。白小纯最后的师尊2字，算是彻底的震慑了他们。陈好松更是心中一紧，快速的打消了要找白小纯麻烦的念头。虽最终守灵人没有开口承认，可其临走时带着白小纯的举动，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尤其是大天师，他早就看出白小纯身上有守灵人的痕迹。此刻沉默少顷，与身边的4位天王沟通一番，出于对明皇的敬畏，他们将白小纯的事情列为绝密，对四周众人下了封口令。如此一来，就算是事情传开，蛮荒之修也只是知晓那小女孩是假白小纯罢了，并不知道白小纯的真正身份。有了这样的约定后，众人相继离去。实在是这一战太过突然，也太过重要，他们需要尽快部署。毕竟从此之后，长城坍塌，格局或许也将改变。最后离开的是巨鬼王与红尘女。巨鬼王看着神色复杂，
似有些迷茫的女儿也叹了口气：“默儿，此事是为父考虑的不周，你们的婚约取消吧。”红尘女沉默，看着白小纯离去的半空，没有说话。脑海里浮现的是在自己的生死劫中，白小纯拉着自己亡命逃遁的一幕幕；是在自己危机下依旧不肯独自逃走，保护自己的一幕幕。随着众人散去，此地慢慢平静下来，只有那天空的5道疤痕，地面上的一处处沟壑，证明了这一场斗法撼动了世界之本。冥河禁地，冥河岸边，此刻有2道身影似从虚无中走出，正是守灵人与白小纯。刚一出现，白小纯就心头紧张无比，他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已被下了封口令，此刻惶惶中可怜兮兮地望着守灵人。乖巧的拜见，守灵老爷爷。那个我也不想欺骗大家，您了解我，知道我白小纯心底善良，不喜欢惹事，很是乖巧。我只是想回逆河宗而已，实在是他们都要杀我啊，我只能装扮成另外的身份。就这样一路走下来，什么重恩令啊、监察使啊、抄家啊，这些我都不是故意的。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白小纯赶紧开口，一边说着，一边打量守灵人。可说着说着，他自己也觉得委屈，琢磨着自己的确没错啊，这一切都是随波逐流，自己也不想的。守灵人面无表情，打量了白小纯几眼，右手抬起时，手中多出了一枚黑色的令牌，扔给了白小纯。4条长城已被天尊用通天海水封印，任何人无法进出。我如今无法离开蛮荒，送不了你。你确定想回逆河宗的话，可以走生命禁区，持此令可保你安全。第842集，我也不是那么优秀。白小纯一愣，接过令牌，此令一入手，通体冰寒，一看就是个宝贝。白小纯赶紧收起，他知道生命禁区也有人称是无人禁区，弥漫在通天区域与蛮荒之间，无人能通行其内，唯独4处能通行的地方，就是长城所在之地了。而有了这枚令牌，可以通行生命禁区，白小纯就可以随时离开。且走生命禁区的话，他回逆河宗的速度将更快。毕竟按照白小纯当初的计划，走长城之路的话，还需在海边等船，回星空到极宗中转一下。一想到守灵人居然对自己这么好，白小纯顿时就感动了。他不认为这令牌是假的，毕竟守灵人若真想灭了自己，也不需要用什么阴谋，一巴掌就够了。老爷爷，你是我亲爷爷，那个我先走了呀。白小纯激动中赶紧开口，说完就打算离开。他觉得自己现在于蛮荒很危险，趁着如今众人都被自己那一声师尊迷惑，要抓紧时间逃走。唯独天尊的态度让白小纯迟疑，可他一琢磨自己是个小人物，想来那种大人物不会与自己一般见识，况且自己又没得罪天尊，我悄悄回去应该没事。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可还是觉得相比回到逆河宗，如今身份暴露后，还是在蛮荒的危险更大一些。可就在白小纯打定主意要尽快离开时，守灵人站在冥河岸边，背对着白小纯，沙哑的开口：“还记得当年你问老夫的名字时，我的回答吗？”啊！白小纯脚步一顿，看向守灵人，有些迷惑，对方怎么突然说起了这个？这片世界，你可以看成是一座大墓，埋葬着一尊叫做魁的主宰，而老夫就是守护他的坟墓的守灵人。守灵人声音越发沙哑，他的容颜也在这一刻明显的苍老了很多。主宰陨落后，关闭了通往外界的世界之门，定下遗嘱，除非有人修炼其传承达到了大成境，也就是天尊，方可打开世界之门，否则的话，任何人不可离开此界。守灵人轻声开口，沧桑的目中露出追忆。坟墓。白小纯吸了口气，有关这片世界的事情，他之前零零散散也都了解了一些，可眼下是听得最完整的了。尤其是这片世界居然是坟墓，这就让白小纯睁大了眼，内心一颤。而他的后人成为了这片世界的皇族，于是有了代代魁皇，于是这片世界有了名字，叫做魁皇界。守灵人没理会白小纯，似在自言自语，喃喃中一股岁月之感悠然而起。如没有意外的话，或许在很早前就已经出现了半神之上的大成境皇者，只是意外，偏偏就出现了一个修士，凭着其经验绝伦的天资，径自创出了天尊法，走了另外一条道路，颠覆了魁皇朝。说到这个修士时，哪怕守灵人声音低沉，可白小纯还是隐隐听出对方似有欣赏之意，可见这修士的天资是如何的精彩绝艳。而这修士的身份，白小纯也已经心知肚明了。而老夫不能去干预，有很多事情我知道，可却没办法去做。我毕竟只是一个守灵人，守护主宰的大墓，守护轮回，守护世界之门。我第一次强行出手，也只是让皇族不灭，于这蛮荒里继续留有香火。而强行干扰的代价，则是我的存在缩减了1半之多。这位修士也在多年后找到了我，想要离开此界，想要打开世界之门。他非正统，老夫自然不允许。可我也告诉了他正确的方法，只是他不是河葵的传承。他一次又一次找到老夫，用尽了各种办法，最终他似乎明白了，只有斩灭老夫，他才可以离开。此人你应该也知道是谁了，他叫通天道人，
也是你之前看到的天尊。守灵人说到这里，转过身看向白小纯。白小纯听着守灵人的话语，内心掀起波澜。可这波澜在他看清了守灵人的面容后，却是更大了。老爷爷，你白小纯失声，眼前的守灵人其样子竟一下子苍老了太多，好似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一般，与之前比较，差距极大。甚至白小纯都感受到了一股虚弱感，在这守灵人的身上正慢慢滋生。我已经老了，存在了太久太久，或许当年的主宰在创造我的时候也没有想过我会存在这么久远。按照原本的命运，世界大门打开的一刻，就是我陨落之时。守灵人缓缓开口，对于自己的苍老没有半点在意。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强行出手。可惜哪怕动用了禁术，也依旧没有将其斩杀。而我也因这一次的出手，使得存在的时间又一次缩减，这片世界也因禁术的疤痕出现了要破碎的征兆。守灵人摇头，神色内很是遗憾。白小纯喘息急促，他此刻才算是彻底明白了因果，也看出了守灵人的遗憾。除了是这一次没有击杀天尊成功外，也有在多年前在他可以成功时，却碍于种种限制没有选择出手，使得天尊成长的遗憾。怕是也正因此，才有了这一次的弥补。斩杀失败也在老夫的意料之中，只不过还是想要尝试一下罢了。实际上，在你还没有来到蛮荒时，老夫就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守灵人轻叹一声，目中慢慢深邃，看向白小纯。明皇继承人。白小纯呼吸滞了下，心跳加速，不确定地问了一句。当他看到守灵人点头后，白小纯顿时内心一震。他觉得自己若是此刻还不明白，那就是太愚笨了。这很明显是自己的优秀被守灵人看中了，要让自己成为他的继承者，成为明皇。一想到自己要成为明皇，白小纯就激动无比。此刻深吸口气，干咳一声，忍着得意谦虚了几句：“那个老爷爷，其实我也没那么优秀，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啊，对了，明皇继承人都要做什么事情？融入冥河，魂镇冥宫，守护主宰大墓，镇守冥河轮回，镇守世界之门，一切非正统不可出门。”守灵人大有深意地看了看白小纯，缓缓说道。白小纯一听这句话，有些傻眼，后面的还好，可前面的那几句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啊，于是连忙问道：“老爷爷，魂镇冥宫是什么意思啊？魂进了冥河，那不就是死了吗？”白小纯紧张了。当他看到守灵人再次点头后，白小纯顿时吸了口气，面色都白了，使劲摇头：“老爷爷，这个你看我也不是那么的优秀，我这人啊闲不住，毛病也多，我要是镇守冥河，一定会出事的。这么大的责任，我这小身板扛不住啊。那个你找别人吧，我先走了呀，老爷爷。”白小纯紧张说着，立刻退后几步。可就在他退后的刹那，守灵人右手蓦然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抓。白小纯惨叫一声，都快哭了，赶紧高呼：“老爷爷，我真的不行啊！我走到哪里，哪里都要被我无意中祸害了。我不想害你啊，聒噪！老夫还没昏头到让你来做继承人。”守灵人皱起眉头，一抓之下，并非是抓白小纯的身体，而是他的储物袋。刹那间，白浩所在的魂塔就从储物袋内飞出，落在了守灵人的手中。老夫选择的继承人是白浩，不是你。守灵人淡淡开口。啊！白小纯呆了一下，有些傻眼。第843集天尊血法，不但是白小纯傻眼，那被守灵人一把抓住的魂塔内的白浩也都傻眼了。他在那魂塔内目瞪口呆地看着守灵人，满脑子都是嗡嗡的。实在是这一幕逆转太大，之前的激战白浩魂不敢出现，直至到了这冥河后，他才在魂塔内小心翼翼地观望外界，也听到了方才守灵人的话语，甚至对于自己师尊要成为冥皇而激动。可却怎么也没想到，下一瞬自己就被守灵人抓了出来，更是说出了冥皇继承人居然选中了自己。前辈，您是不是弄错了？我白浩心神震动，担心白小纯不悦或是误会，焦急的赶紧开口。一旁的白小纯睁着大眼睛，他倒没有什么不高兴，而是此刻满脑子都在回荡一个念头：我的徒儿要成为下一代冥皇。天啊，这是真的吗？我的徒儿如果是下一代冥皇，这整个蛮荒谁敢惹我？白小纯脑海里浮现的全部都是这样的思绪，越想越是激动，尤其是一想到以后谁惹自己，只要自己一抬手，徒儿就能将其镇压的一幕幕后，他就更是振奋无比，只觉得下一瞬自己就天下无敌了。什么九幽王、大天师、陈好松，谁敢惹我？谁敢瞪我？在这激动中，白小纯得意忘形的一拍大腿，仰天大笑中，他兴致盎然到了极致。妙啊，老爷爷，你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妙了，我这徒儿天生就适合作为冥皇啊！整个蛮荒再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白小纯激动开口时，眼看白浩焦急的似要说些什么，于是很是决断的一摆手，摆出师尊的姿态。这个事，我作为他的师傅，就待白浩同意了，就这么定了。守灵人目光深邃，看了看白小纯，又看向白浩，没有人在这之前
能猜到他的想法。实际上，从最早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继承人选择的就不是白小纯，哪怕白浩也只是他的候选人之一。如周艺兴，如当年的陈家天骄的魂，还有很多都是守灵人选择的候选人，甚至明榜上的那些也都是候选人。只不过，如何能从众多的候选人里晋升到真正的继承人，重点不是守灵人，而是白小纯。因为在守灵人的眼中，白小纯的存在比明皇接班人还要重要，所以他自然不可能让白小纯成为明皇。因为在守灵人的期待中，白小纯将有更大的使命。所以，当年白小纯第一次出现在蛮荒的丛林时，才会巧合无比的与白浩相遇。当时白小纯离开丛林时，守灵人的身影就曾出现过。那个时候，他目中的深邃与现在一模一样。所以在炼魂湖内，白小纯才会与白浩的魂相遇。守灵人的目的就是要让白小纯与白浩产生一个接触的机会，乃至后面的很多事情都有守灵人在暗中的推动。这一点当年白小纯也产生过一些疑惑，可却线索太少，找不到答案，也就没有去太过关注。只不过就算是守灵人，也都没想到白小纯与白浩之间的师徒感情，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事情深厚到了极致。毕竟他能做的也只是给白浩一个机会而已。如果他能得到白小纯的认可，那么他就可以从候选人晋升为真正的继承人。而如果白浩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守灵人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替换掉，选择其他的候选人来推动他们与白小纯接触，直至找到一个能让白小纯认可之人成为自己的继承者。因为在他的思绪里，白小纯的认可才是成为明皇继承人的唯一条件。只不过这些事情他不会去开口告诉白小纯。此刻目光深邃依旧在白小纯与白浩身上看了看后，守灵人最终望向白浩，声音沧桑，似从岁月而来，缓缓开口：“白浩，你愿意成为老夫的继承人吗？”师尊白浩有些忐忑，这件事情的发展让他措手不及，此刻连忙看向师尊：“赶紧同意啊，乖徒儿，这可是你的造化。”白小纯生怕自己这个弟子关键时刻昏了头，于是焦急道：“在他看来，这对白浩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白浩迟疑了一下，望着师尊，目中露出复杂。实际上在他看来，明皇继承人什么的他不在意，哪怕一步登天，可也比不过能伴随在师尊的身边来得快活。对他而言，师尊是唯一的亲人，也是他唯一认可之人，其重要的程度超越了一切。可他也明白，师尊在蛮荒得罪的人太多了，而一旦自己成为了下一代明皇，整个蛮荒将没有人敢去招惹自己的师尊。想到这里，白浩狠狠一咬牙，他转头看向守灵人，忽然开口：“前辈，晚辈可以成为您的继承人，可您不是我的师尊，我的师尊永远只有一个。”白浩声音坚决，目光果断，他可以选择成为下一代明皇，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师尊，可他不能接受改换门庭。这番话让白小纯内心一震，他望着自己的弟子，目中越发柔和。这个弟子的秉性他了解，也知道白浩对自己的那种师徒感情，这一切都让白小纯的心中很是温暖。守灵人面无表情，可心中却在这一瞬有了笑意。实际上，他哪怕对白浩已经很了解，可依旧还是并非完全放心。实在是下一代明皇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到了现在，他对白浩的试探也都始终存在。如方才他的话语就是试探，而白浩的回答以及那不含丝毫虚假的情感表达，也让守灵人对于白浩更为满意。好，守灵人点了点头，白浩松了口气，心底还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出，可守灵人却没给他这个机会，大袖一甩，一抹红芒从其袖口飞出，直奔白小纯。白小纯一愣，下意识地接住后，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丝血色的头发。此发一出，天地轰鸣，似有无声的咆哮从虚无传来，引起苍穹色变，一个巨大的漩涡竟在白小纯的四周凭空出现。轰轰之声回荡时，这头发仿佛要挣脱，白小纯下意识地攥住时，那股生机之力更为磅礴，更为强悍，似乎要脱离白小纯，飞向虚无。守灵人目光一闪，大袖一甩，顿时那咆哮带着不甘消散，苍穹也都平静下来，一股看不见的封印直接就落在了那头发上，使得这头发哪怕具备再多的生机之力，也都无法逃遁，只能乖乖的被白小纯抓在手心内。随着抓住，这头发散出的生机之浓郁，让白小纯只是碰触就立刻全身轰鸣，他呼吸顿时急促，几乎瞬间就认出此发就是天尊额头上之前的那一丝血发。此发的生机可以让你的不死骨直至达到巅峰，算是老夫给你的一场造化。守灵人淡淡开口，带着白浩向前一步，顿时冥河显露出来，汹涌澎湃，翻滚中，守灵人踏入冥河，身影随着冥河的流淌，刹那远去，消失无影。直至守灵人与白浩离去，冥河也消失，露出了冥河境地那干枯的河道，四周也在这一刹安静无比，只剩下白小纯一个人，拿着那血色的头发，呆呆地站在岸边，怔怔地看着自己弟子远去消失的方向。这一切太快了，白小纯虽对于成为明皇没有兴趣，
也很希望自己的弟子能成为下一代明皇。可眼下突然的，徒儿离开了自己身边，他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不舍以及失落。雏鹰长大了，总是要离开老鹰的怀抱，飞向更宽阔的天空。白小纯叹了口气，安慰自己一番后，又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说是真正的大人物了。现在的蛮荒，我绝对是最至高无上的了吧？道侣是天人，岳父是半神，弟子更是明皇。大天师看到我，都要自叹不如啊！白小纯一想到这里，心脏跳动加速，忍不住激动起来。